这是一个关于中国旅行的视频。今天带您走进中国南昌市，它位于中国的中部地区，有着667万的常住人口。南昌是一座英雄城市，是中国军旗升起的地方。八一广场、八一起义纪念馆、八一大桥，这些地方都深深地记载着那段艰辛奋斗的岁月。一条赣江穿城而过，两岸的高楼展示着这座城市的变化与活力。夜晚点亮的绚丽灯光，把城市装扮得更加的美丽迷人。热闹的街区万寿宫、珠宝街，登上矗立在江边的古代名楼滕王阁，是否也懂了唐代诗人王勃描绘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美景？下面就一起来探索南昌好玩的地方。八一广场位于南昌东湖区。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市发动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武装起义。铿锵整齐的步伐，南昌是除了北京之外，全中国唯一有资格以3军仪仗队举行升旗仪式的城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高53.6米，塔顶的一面八一军旗，一把汉阳造步枪直指苍穹，象征着武装反抗的第一枪。碑文、人物浮雕让前来瞻仰的人们都由衷的敬佩。记住先辈们的无私奉献，才有今天的美好。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共产党拥有了自己的军队力量。正如纪念塔上刻着的那行字，南昌这座城市就是军旗升起的地方。八一起义纪念馆位于南昌西湖区，这是一座专门为纪念南昌起义而设立的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前身是江西大旅社。1927年7月下旬，参加起义的部队包租下整个旅社，成为了临时的指挥部。周恩来、贺龙、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刘伯承等人在此策划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八一起义。馆内陈列的珍贵照片和文物，从汉阳造步枪到泛黄的书信稿件，从战士的旧军装到百姓支援起义的生活用品，每一件都在无声讲述着那段风雨如晦的历史。夜晚，这座100年历史的江西大旅社旧址化身为一块巨大的光影画布，20分钟的光影流转，从过去的艰辛岁月到如今的新时代，展示了100年历史的浓缩。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南昌西湖区，毗邻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1600多年前，第一座万寿宫开始出现在南昌，它的全名叫铁柱万寿宫。关于铁柱万寿宫的由来，记载的传说是在东晋时期，江西地区水灾频发，是因为有蛟龙在兴风作浪。许逊和弟子们擒获蛟龙后，用铁链把蛟龙锁在南昌西山的井里。眼前的这口铁柱所交井，锁住的则是蛟龙的尾巴。古老的传说，仿古风的街区，展现着不一样的人间烟火。热闹的街道，各种各样的小店，2楼的窗户缓缓打开，蒙着面纱的乐手开始了精彩的表演。二胡、竹笛、琵琶，传统乐器的演奏下，将一道道古韵送入了大家的心里，仿佛走入了古代的繁华街市。秋水广场位于南昌红谷滩区，与滕王阁隔江相望。夜晚的赣江边是南昌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晚风带着江水的湿润迎面吹来，远处的摩天轮亮起了璀璨灯光，喷泉在绚丽的灯光下，水柱冲天而起，喷射最高的水柱达到了128米。随着音乐的节奏，
喷泉不停地变换着。据说这里安装了1591个喷头，它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喷泉池。沿着赣江堤岸漫步，3公里的沿江长廊，雕塑、浮雕、石刻、壁画、小巧园林，它们展现着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名副其实的一条文化长廊。谁能相信1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城市的发展带给赣江西岸新面貌，如今这里已是摩天高楼林立。坐在江边的长椅上，享受着江风轻拂，听着江水拍打岸边的声音。对岸就是著名的滕王阁，看着飞檐翘角的滕王阁，是否想起了那句有名的诗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5. 滕王阁位于南昌东湖区。一篇骈文《滕王阁序》让滕王阁成为留名史册的建筑，与武汉黄鹤楼、湖南岳阳楼、山西鹳雀楼一起组成了中国古代4大名楼。无论您是为了诗句而来，还是为了风景，滕王阁都不会让你失望。下面就聆听着这篇铭文，一边欣赏滕王阁的美景。时为9月，序属3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死。燕餐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死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6. 珠宝街位于南昌西湖区，紧邻着8·1纪念馆和万寿宫。珠宝街是一条地道而不加修饰的市井街道，长约500米的马路，开满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店铺，门面朴实无华，却藏着最正宗的南昌味道。1元1只刚出锅的白糖糕，酥皮软糯的手工绿豆饼，辣藕片、糊羹、炒粉，5块钱就有一大碗的拌粉，只要嗦上一口就会让您停不下来。这些承载着本地人童年记忆的小吃，也浓缩了南昌这座城市鲜活的日常生活。1碗拌粉，1份瓦罐汤，是南昌本地人钟爱的早餐搭配。在南昌，这样的老街巷还有很多，等待着大家用自己的脚步去慢慢体会。7. 百花洲位于南昌东湖区，是南昌老城里的一处休闲公园。钟灵毓秀的百花洲原来是由3个独立的小洲组成，那时洲上百花争艳，荷花满湖，堤岸上垂柳依依，所以得名百花洲。南昌著名的豫章十景，其中有2个景便在百花洲，即百花洲的东湖夜月和苏浦春书。如今桥堤相连，杏花楼和8·1公园成了百花洲的精髓。古朴典雅的楼阁，波光粼粼的湖水，去桥堤岸上悠闲的散步，老城的生活日常和江南园林的美景，让百花洲依然保留着那一份旧时光情怀。8. 八大山人梅湖景区位于南昌青云浦区。八大山人是他的别名，他的真名叫朱耷，明末清初的杰出画家。他的祖先是明太祖朱元璋，为他修建的八大山人纪念馆和梅湖一起组成了这个充满江南山水意境的园林景区。朱耷22岁便削发为僧，他的一生既有年轻时在南昌青云浦道院隐居的清闲日子，也有花甲之年后外出访友、云游作画的写意人生。他的水墨画空灵深邃，自然而含蓄，
花、鸟、石、鱼在他的笔下跃然纸上。湖水清幽，两岸绿树成荫，亭台楼阁隐在花木深处，尽显江南园林的温婉雅致。窗台、廊道把这片风景框成了一幅幅水墨画。湖畔的风，纪念馆里的画，诗意的环境，此刻是不是已经跃然心上，在脑海里也有了一幅自己创作的画卷？9. 象湖，位于南昌青云浦区。象湖大得惊人，广阔的湖面比500个足球场还大，15公里的环湖绿道，湖心的小岛，仿古的中国风建筑，走在深入湖面的栈道和小堤，在这找到了城市里那份久违的宁静。象湖的美随着季节而变换，夏天的象湖是属于荷花的舞台，广阔的湖面上，荷叶田田，碧绿接天，一朵朵粉的、白的荷花从层层叠叠的绿叶中探出头来，或含苞待放，或尽情盛开。微风吹过，闻着荷花的淡淡清香，眼前的风景正如诗词描写的一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10. 南昌周边的风景，在距离南昌不远的其他城市，这里的风景常常被人们推上热门景点。或许您已经看过了他们的迷人的景色，却不知道他们就在南昌的旁边。望仙谷，现实中的仙侠世界。夜晚的望仙谷，暖黄的灯光在山谷中点亮，灯带在峭壁间蜿蜒游走，整个望仙谷变成了游戏里的梦幻世界。黄陵，这里其实是一个小村庄，古老的徽派建筑，100多栋民居高高低低，随湾就坡，错落有致地分布在了100米落差的山窝之中。层层叠叠的梯田，从沟谷到山腰，延绵的山岭，炊烟袅袅的乡村，朝阳晨雾，夕阳晚霞，黄陵充满着诗意。三清山，江西最仙的山，奇峰怪石林立，云海翻涌，这里就是现实版的丹青水墨画。庐山，从书上到现实。苏东坡感叹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李白看到的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那就来欣赏古代大文豪们盛赞的庐山吧。